当印度洋湿热的季风千百年如一日地吹拂过西兰山今斯里兰卡那块斑驳的石碑时，大海早已忘记了那些遮天蔽日的帆影。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它习惯于将最宏大的喧嚣归于最死寂的沉默。公元1409年，大明帝国的使者在这里用3种文字刻下了对神灵的敬畏和对和平的期许。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拨回600年前，在那片浩渺无垠的蓝色荒原上，真正的主宰者并非神明，而是一个失去了南根却挺起了整个东方脊梁的人。他叫郑和，在他成为那个统帅27000人的海军统帅之前，他曾是战俘，是燕人，是燕王朱棣马前的一枚卒子。他一生的悲剧与荣光都深深地镌刻在那个从中世纪向近代前夜转折的晦暗时刻，像一道划破长夜的闪电，照亮了大明王朝短暂而辉煌的出海口，随即又被沉重的海禁大门夹断，留下一声悠长而沉痛的叹息。一切的起点并不在海边，而在崇山峻岭之中的云南。公元1381年，那是洪武14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目光投向了帝国西南的最后一隅，那里是元梁王的领地，也是蒙元势力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残喘。在这场足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战争中，明军的铁骑如洪流般涌入昆明湖畔。在混乱的马蹄声和震天的喊杀声中，一个年仅10岁的回族少年惊恐地注视着眼前崩塌的世界。他叫马和，他的家族有着显赫的血统，是元初著名的咸阳王的60孙。他的父亲马哈只曾去过那个遥远而神圣的麦加朝圣，在少年的记忆里，父亲讲述的西域风沙与天方夜谭，或许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初的认知。然而战争没有怜悯，父亲死于战乱，少年的贵族梦在明军明晃晃的刀光下瞬间破碎。他没有死，但命运给了他比死亡更惨痛的判决。此时的大明军制，为了惩戒反抗者并补充宫廷内侍，往往会将俘获的幼童实施腐刑。那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时刻，也是宿命最残忍的玩笑。在那个血腥的午后，少年马和失去了一个男人最原始的尊严，也失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繁衍子嗣、延续香火的权利。身体的残缺成为他一生无法愈合的窗口，这种极度的自卑与痛苦像一条毒蛇啃噬着他的内心。但在历史诡谲的逻辑里，正是这种彻底的剥夺，斩断了他与尘世家庭的羁绊，迫使他将全部的生命能量投射向更广阔的权力与工业。他不再属于自己，不再属于家族，他成为了大明皇权机器上一个并没有名字的零件。随后，这个伤痕累累的少年被作为战利品押送到了千万里之外的北方北平。北平，这座在后世被称为北京的城市，在当时只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镇。寒风呼啸，黄沙漫天，这里没有江南的烟雨，只有铁马金戈的肃杀。在这里，12岁的马和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主宰，刚刚就藩不久的燕王朱棣。朱棣，这位最像朱元璋的皇子，野心勃勃，英武果敢。他的王府就像是一个微缩的朝廷，也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年少的马和被分配到燕王府做内侍，这本是一个卑微至极的角色。然而马和不同，或许是家族流传的西域见闻赋予了他开阔的视野，或许是云南高原赋予了他强健的体魄，更或许是那次惨痛的阉割让他过早的成熟。他在一群唯唯诺诺的宦官中脱颖而出。朱棣很快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不仅长得身材魁梧，目光如炬，
而且极其聪明，识文断字，甚至对兵法韬略也有着惊人的领悟力。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朱棣做出了一个打破常规的决定，他让马和读书，让他接触军事，甚至让他跟随自己出塞巡边。从洪武中期到建文初年，近20年的时光里，马和在燕王府的阴影下悄然生长。他学会了如何在权力的夹缝中生存，学会了如何察言观色，更重要的是，他在朱棣身上学到了作为一名统帅所必须的冷酷与决断。这20年是朱元璋屠戮功臣、血洗朝堂的20年，也是大明王朝从开国初期的动荡走向皇权高度集中的20年。马和在北平的寒夜里无数次遥望星空，他或许不曾想到，自己未来的战场不在草原，而在那片他在云南大山里从未见过的海洋。但此刻，他必须先帮他的主人夺取天下。建文元年，一场皇权内部的殊死搏斗终于爆发。年轻的建文帝朱允炆为巩固地位，对叔父们举起屠刀，襄王被迫自焚，齐王惨遭废黜，恐惧与愤怒迅速在北平蔓延。蛰伏已久的燕王朱棣终于不再隐忍，露出獠牙，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名起兵反抗，史称靖难之役。这场战争不仅是帝国的转折点，更是马和人生的分水岭。如果说此前的他只是燕王府中受宠的家奴，那么经过战火的洗礼，他真正蜕变成了一名足智多谋的将才。史书关于马和在靖难之役中的具体记载虽不多，但寥寥数语足以窥见其惊心动魄。其中最关键的转折发生于郑村坝之战。正是在这场战役中，马和随侍朱棣左右，立下奇功。这不仅重创了南军主力，更成为了他日后荣耀的源头。历经3年的尸山血海，从北平到南京，大地被鲜血染红。朱棣攻破南京金川门，建文帝在宫中举火自焚，下落不明。朱棣在废墟与焦土之上登基，是为永乐皇帝。新皇登基，论功行赏。朱棣御笔一挥，赐予马和正姓。这一殊荣正是为了纪念他在郑村坝战役中的赫赫战功。从此世间再无马和，只有郑和。这一年郑和33岁。从云南大山里那个卑微的阉人战俘，到被天子赐姓的内官监太监，他完成了命运最惊人的跃迁。然而对于雄才大略的朱棣而言，郑和的价值绝不仅仅止于深宫内院的洒扫应对。永乐皇帝朱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君主，他以武力夺取皇位，内心终生都被合法性的阴影所笼罩，这反而激发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宏图大志。他渴望建立一个远超汉唐的超级帝国，让四海宾服，万国来朝，以此向天下证明自己才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与此同时，建文帝下落不明的传言始终如一根毒刺扎在他心头。这种对极致权力的渴望与深藏内心的恐惧交织，促使他将目光投向了那片浩渺无垠的蓝色疆域。他急需一把剑，一把能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的利剑。这个人必须对他绝对忠诚，必须历经战火洗礼，通晓兵法，更要有特殊的宗教背景，以叩开西洋诸国的大门。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命运的指针最终停在了郑和身上，他是唯一的选择。在那几年里，南京龙江宝船厂成为了整个地球上最繁忙、最喧嚣的工业中心。数以万计的工匠被征调至此，巨大的船坞里龙骨如山脊般隆起。这里不仅汇聚了福建、广东的造船技术，更融合了伊斯兰天文学和航海术。
郑和频繁地穿梭于船厂与皇宫之间，他不再是那个冲锋陷阵的猛将，而变成了一位精打细算的管理者和总工程师。史书记载，最大的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拥有9道桅杆，张开12张巨帆。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简直就是海上的移动宫殿，是不可思议的工程奇迹。郑和抚摸着粗糙的巨木，闻着桐油和生漆的味道，他能感觉到一个新时代正在他的指尖颤动。这不仅仅是船，这是大明帝国的意志，是朱棣的野心，也是郑和即将奔赴的宿命。他挑选了最精锐的士兵，最博学的医生，最熟练的通译，甚至还有阴阳官来测算天时。这是一支由27800余人组成的混合特遣舰队，其规模之大，配置之全，在人类航海史上前无古人。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赏赐，为了展示，为了构建一个以大明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公元1405年的夏天，苏州刘家港，海风已经带上了咸腥的味道，数千艘大小船只铺满了江面，旌旗蔽日，锣鼓喧天。郑和身着蟒袍，腰悬佩剑，站在旗舰天元号高耸的船楼之上。他的身后是刚刚建立不久、如日中天的大明王朝，他的面前是茫茫未知的夕阳。此刻的郑和心中究竟在想什么？是对于未知风暴的恐惧，是对故乡云南的回忆，还是对皇恩浩荡的感激？或许都有，但更多的一种情绪，可能是一种深沉的孤独。作为一个宦官，他没有子嗣去继承他的功业，他在陆地上没有根基。大海，这片流动不居、无始无终的水域，或许才是他灵魂真正的归宿。随着一声号炮响彻云霄，巨大的铁锚被绞盘拉起，沉重的船帆在季风中一次鼓满。庞大的舰队开始缓缓移动，像一条苏醒的巨龙，推开了波浪，向着深蓝色的深渊游去。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就这样在东方的海面上，以一种极其壮丽而又略带悲剧色彩的方式奏响了。这不仅仅是一次航行，这是中华文明在陆地农耕几千年后，第一次尝试拥抱海洋的深情回眸。如果说宝船的起航是帝国意志的延伸，那么当这支庞大的舰队真正切入南洋的波涛时，它便化身为一座移动的海上长城，将大明的秩序强行嵌入了这片古老而混乱的海域。公元1405年的冬天，郑和站在甲板上，目光穿透了战城、今越南中南部的雨雾。这里是西洋的门户，也是大明与异域文明碰撞的第一站。当地土王匍匐在海滩上，看着那些如山岳般逼近的巨舰，恐惧与敬畏交织在每一寸肌肤。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船只，更未见过如此整齐划一的军队。丝绸、瓷器与大明的历法被赏赐下去，换回的是香料、珍宝与臣服的誓言。然而，在这看似温情脉脉的朝贡贸易背后，郑和的手始终按在剑柄上。他清楚，在大海的法则里，没有实力的仁慈只是软弱的代名词。真正的考验潜伏在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旧港，今苏门答腊巨港。那里盘踞着一个名叫陈祖义的海盗王。此人本是广东潮州人，因犯案逃往海外，在南洋纠集了数千亡命之徒，横行无忌，甚至劫掠大明的商船，俨然是这片海域的土皇帝。对于一心想要打通西洋航路，建立万国来朝局面的朱棣来说，陈祖义不仅是航路上的毒瘤，更是对天朝威仪的公然挑衅。
公元1407年，郑和的舰队返航途经旧港，空气中弥漫着诡异的宁静，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陈祖义表面上派人向郑和诈降，实则暗中集结了5000海匪，准备趁夜黑风高之时，对明军发动突袭，意图鲸吞这只携带了无数财宝的肥羊。这一夜，海浪拍打着船舷，发出沉闷的声响。陈祖义的战船如幽灵般从暗处驶出，他们以为面对的是一群只会读圣贤书的旱鸭子，然而他们错了。他们面对的是经历过靖难之役、尸山血海洗礼的精锐之师，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郑和。郑和早已通过线报洞悉了陈祖义的阴谋，他将计就计，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当海盗船队如飞蛾扑火般冲入明军舰队的射程时，死神降临了。刹那间，宝船上灯火通明，战鼓如雷。早已蓄势待发的火铳、火箭和神机营的火炮，在夜色中喷吐出致命的火舌。巨大的轰鸣声震碎了海盗们的胆魄，木屑横飞，火光冲天。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屠杀。明军的战船高大坚固，居高临下，如泰山压顶。陈祖义那些引以为傲的快船在宝船面前就像脆弱的玩具。郑和站在指挥台上，冷冷地看着海面上燃烧的残骸和挣扎的人影，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这一战，明军烧毁海盗船10艘，俘获7艘，斩杀海盗5000余人。不可一世的陈祖义被生擒。这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完胜，更是一次血腥的立威。消息传遍南洋，从此大明2字在这些化外之民心中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是代表着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带着陈祖义和多国使臣，郑和回到了南京。朱棣在奉天殿亲自审讯了这个海盗王，随即下令在龙江斩首示众。那颗滚落的人头成为了大明海权的祭品，也宣告了南洋航路的彻底畅通。然而郑和的征途并未止步。如果说旧港之战是清理门户，那么第3次下西洋中的西兰山之战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灭国之战，展现了郑和作为顶级军事统帅的全部才华。公元1409年，郑和第3次奉命出使。这一次他的目标更远，直指印度洋的核心西兰山，今斯里兰卡。这颗印度洋上的泪珠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更是佛教圣地，供奉着佛牙舍利。而此时统治西兰山国的国王亚列苦那儿却并非善类。他不仅在大明使团第1次到来时态度傲慢，甚至在第3次郑和率领船队途经此地向佛寺布施时动了杀心。亚列苦那儿觊觎明军船队携带的巨额财宝，他眼见郑和只有2000多名护卫随行，竟发兵5万，切断了郑和归路，并派重兵去劫掠停泊在港口的明军船队。5万对2000，在任何人看来，这都是一场绝境。身陷重围的郑和在极度的危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决断。他敏锐地察觉到亚列苦那儿倾巢出动去抢劫船队，国都必然空虚。这是一招险棋，也是唯一的生路。在那个热带雨林的暴雨夜，郑和率领这2000名死士，没有向港口突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像一把尖刀插向了西兰山的国都。雨水冲刷着铠甲，泥泞裹满了战靴，他们前行在茂密的丛林中，如同一群沉默的猎豹。当他们突然出现在皇宫门前时，守军惊慌失措，甚至来不及关闭城门。战斗在皇宫内爆发，刀光剑影，喊杀震天。
郑和身先士卒，指挥若定，明军将士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在混乱中，郑和直接冲入王宫，生擒了正在等待胜利消息的亚列苦难及其家眷。当国王被俘的消息传出，正在攻打港口的西兰大军瞬间崩溃，5万大军回师救援，却投鼠忌器，不敢进攻。郑和利用手中这张王牌，从容地指挥部队撤退，带着俘虏的国王和皇室成员，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船上。这一战堪称特种作战的教科书，以极少的兵力，在敌国腹地完成斩首行动，一举扭转乾坤。这一次，郑和再次将一位异国君主押解到了南京。朱棣在大殿之上，看着跪在脚下的亚列苦难，心中涌起的是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万国来朝，顺者昌，逆者亡。但大明毕竟是礼仪之邦，朱棣展现了他的宽仁，不仅没有杀亚列苦难，反而给予赏赐，放弃归国，只是另择其君。这一秦一纵之间，大明的威德在印度洋上达到了顶峰。从此，西兰山成为大明最忠实的藩属国之一，往来朝贡不绝。旧港之战与西兰山之战，是郑和下西洋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两笔。他们证明了这支舰队不仅仅是和平的使者，更是大明帝国强大的军事机器。郑和用铁鱼血告诉世界，大明的友谊是昂贵的，而大明的愤怒是毁灭性的。此时的郑和已过不惑之年，常年的海上生活，海风侵蚀了他的容颜，却打磨了他的意志。但他知道，这还不是终点。命运就像这大海的波涛，将他推向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高度。在大海的尽头，还有未知的世界在等待着他。而对于那个坐在紫禁城里的皇帝来说，这些海外的奇珍异兽和万国臣服的虚荣，或许能暂时填补他内心深处关于皇位合法性的焦虑，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帝国的野心在膨胀，郑和的船帆在鼓荡。当西兰山的硝烟散去，印度洋的波涛再次回归平静，郑和的目光却越过了这片熟悉的香料之海，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那里是阿拉伯商人口中的呼鲁摩斯、金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的繁华集市，更是通往那个神秘莫测的黑人国东非海岸的必经之路。如果说前3次下西洋是为了宣扬国威、震慑不臣，那么从第4次开始，这支庞大的舰队便承载了一种更为形而上的使命，寻找那个能让篡位者朱棣心安理得统治天下的终极证明——祥瑞。这一次，郑和再次挂帅，率领船队越过印度半岛，驶入了阿拉伯海的深蓝领域。他们的航迹延伸到了人类航海史上的新坐标。在季风的牵引下，巨大的宝船像移动的海上城堡，缓缓停靠在木古都属、经索马里摩加迪沙和马林地、经肯尼亚马林迪的海岸。对于东非的原住民而言，这无疑是神迹降临的一刻。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巍峨的木质巨兽，更未见过身着丝绸、手持精美瓷器的东方来客。郑和走下舷梯，脚踏在非洲滚烫的沙滩上。这里没有战火，只有原始的荒凉与奇异的生机。它带来的不是征服，而是平等的交换。大明的丝绸与瓷器在这里换取了象牙、犀角，以及一种让整个中华帝国为之疯狂的生物——祖拉法。这种生物脖梗修长，身披豹纹，头生肉角，行止优雅，且性格温顺，不食生灵，不踏草木。当阿拉伯商人牵着他出现在郑和面前时，
这位见多识广的统帅也不禁屏住了呼吸。在古老的儒家经典中，有一种神兽名叫麒麟，它是仁慈与圣明的象征，只有当世间出现圣君时，它才会现身。而眼前这头来自非洲荒原的长颈鹿，竟然与传说中的麒麟在形态上有着惊人的重合。郑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背后的政治价值。对于此时坐在北京紫禁城里，依然被篡位阴影和文官集团的非议所困扰的朱棣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活生生的麒麟更能证明他统治的合法性了。这是上天对他文治武功的最高嘉奖，是天命所归的确凿证据。于是，一场横跨万里的护送祥瑞行动开始了。这头来自非洲草原的生灵被小心翼翼地装上宝船，跨越惊涛骇浪的印度洋，穿过繁忙的南洋水道，最终抵达了繁华的南京，又被转运至正在营建中的新都北京。公元1415年，永乐13年的秋天，北京城奉天门外，这是一幕极具电影质感的历史画面。秋风萧瑟，旌旗猎猎，文武百官身着朝服，屏息凝神的列队于御道两侧。朱棣端坐在宝座之上，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前方。随着礼乐升起，那头高大的麒麟在牵引官的带领下，迈着优雅的步伐缓缓走来。他修长的脖颈高过众人的头顶，温润的目光扫过这些匍匐在地的人类。在他身后，还有来自呼鲁摩斯的狮子、金钱豹，以及来自南洋的白象。百官山呼万岁，麒麟现世，圣主临朝的颂词响彻云霄。朱棣笑了，那是他一生中少有的真正开怀的时刻。这一刻，他仿佛真的洗脱了靖难之役的血腥，成为了尧舜那样的圣君。郑和站在阶下，看着这一幕由他亲手缔造的盛世图景，心中或许也涌起了一丝慰藉。他用这万里的波涛，为他的主人换来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神话。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高潮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盛世的烟花在最绚烂的那一刻，便已注定要归于沉寂。随着麒麟入贡，大明帝国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国库的空虚也日益显现。郑和的每一次远航，都是以100万两白银为单位的消耗。虽然带回了无数奇珍异宝，但大多流入了皇宫内库，并未像后来的西方殖民者那样转化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朱棣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和北京城的营建，也像两个无底洞，疯狂地吞噬着帝国的财富。永乐19年，这一年，宏伟的北京紫禁城终于落成。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大明帝国的政治中心彻底北移。仅仅3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火击中了刚刚建成的3大殿。奉天、华盖、锦深3殿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映红了北京的夜空，也映照出朱棣那张苍老而惊恐的脸。对于迷信天人感应的古人来说，这是上天最严厉的警告。是迁都错了，是下西洋错了，或者是连年的征战错了。朝堂之上，压抑已久的文官集团终于爆发了。他们纷纷上书，指责皇帝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而郑和下西洋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在那场大火之后，朱棣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他虽然强硬地压制了反对的声音，甚至杖杀了几位敢于直言的大臣，但他的内心深处那股吞吐天地的豪情正在慢慢冷却。他开始意识到，人力中有穷尽时，哪怕他是真龙天子，也无法违抗冥冥中的定数。
与此同时，郑和也感受到了时局的微妙变化。虽然他在第6次下西洋归来后依然受到重用，但那道且在此地不要远出的旨意已经隐隐透露出帝国战略收缩的信号。那个曾经让他驰骋万里的海洋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永乐22年，一代雄主朱棣在北征蒙古的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临终前，他留下了传位皇太子的遗诏，随后便带着他未尽的霸业和一生的毁誉，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朱棣的死对于郑和而言，不仅仅是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更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继位的仁宗朱高炽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崇尚仁政、反对扩张的君主。他即位后便颁布了一道足以让郑和心碎的诏书，停止下西洋。这道诏书像一道铁闸，硬生生地截断了大明通往海洋的血脉。南京龙江宝船厂的喧嚣瞬间归于死寂。那些曾经乘风破浪的巨舰被废弃在港湾里，任由腾湖附着，任由风雨剥蚀。曾经27000人的浩荡船队被遣散的遣散，守备的守备。53岁的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一个听起来尊贵，实则被闲置的职位。他从波澜壮阔的印度洋回到了暮气沉沉的流都南京，看着那些在泥沙中日益腐朽的宝船，那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大明帝国最辉煌的记忆。他老了，多年的海上漂泊，痛风和关节炎折磨着他的身体，但在每一个无法入眠的深夜，他依然能听到海浪的呼唤，依然能闻到那股混合着香料和海盐的味道。那是自由的味道，是冒险的味道，是他在这个等级森严的陆地帝国里永远无法获得的解脱。此时的郑和或许并未意识到，这种停滞并非暂时的休整，而是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转向内敛封闭的历史性拐点。海洋的大门正在缓缓关闭，而他也将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与煎熬中迎来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远航。那是一次绝响，也是一次悲壮的告别。公元1425年，力主休养生息的明仁宗朱高炽驾崩，仅仅在位10个月。继位的宣德皇帝朱瞻基，血管里流淌着和他祖父朱棣一样不安分的血液。这位年轻的君主站在紫禁城的城墙上，眺望南方，那里有祖父留下的未竟事业，也有大明帝国日渐暗淡的万国威仪。自从宝船停航，西洋诸国便渐渐疏远，朝贡的使团稀疏寥落，南洋的海面上，海盗与私商再次猖獗。朱瞻基明白，要重振大明的声威，必须再次唤醒那条沉睡的巨龙。此时的郑和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痛风让他的步履不再像当年那样矫健。但当他接下那卷明黄色的圣旨时，浑浊的眼中依然闪过一丝当年在郑村坝冲锋陷阵时的金光。这是命运给他的最后一次召唤，也是他与这片大海最后的告别。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是一盏枯灯，但这盏灯必须燃尽在波涛之上，而不是熄灭在冰冷的床榻之间。这一次的筹备带着一种悲壮的仪式感。龙江宝船厂再次响起了斧凿之声，腐朽的木料被更换，生锈的铁锚被除锈。郑和亲自巡视每一艘宝船，抚摸着那些熟悉的纹理，像是在抚摸老友的脸庞。同年闰12月，船队从龙江关出水，27550名将士，61艘宝船，规模依旧宏大，但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这已经是一场迟暮的盛宴。
公元1431年，宣德6年春，郑和率领船队驶出长江口。与前6次不同，这一次的航行显得格外漫长而沉重。老迈的郑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频繁地登岸展示威仪，更多的时候，他坐在旗舰的船舱里，看着窗外无尽的海平线出神。他在想什么？是想念那个永远回不去的云南故乡，还是想念那个已经常年在长陵的朱棣？海风吹过，带来的是一种苍凉的宿命感。船队一路南下，经占城、爪哇、旧港，穿越马六甲海峡，再次抵达了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这里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也是郑和每一次下西洋的必经之地。然而，命运的终点站似乎就设定在了这里。公元1433年，宣德8年，在返航的途中，或者是到达古里不久，郑和病倒了。这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枯竭。常年的海上漂泊，湿气侵蚀了他的骨髓，过度的操劳透支了他的元气。在摇晃的船舱里，郑和躺在榻上，听着外面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那声音像极了母亲的低语，又像是无数战友的呼唤。他让副手王景洪来到床前，用颤抖的手交出了象征权力的印信。没有惊天动地的遗言，没有豪言壮语的标榜。在这个远离故土万里的异国海域，这位大明帝国最伟大的航海家，这位曾经统帅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舰队的统帅，在大海的怀抱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62岁。关于郑和的葬礼，史书语焉不详。有人说他被运回了南京，葬在牛首山南麓；也有人说那是衣冠冢，他的真身早已在大海中水葬。对于一个属于海洋的灵魂来说，或许后者才是最好的归宿。他不需要泥土的束缚，他要化作这浩渺烟波中的一缕英灵，永远守护着这片他曾7次征服的蓝色疆域。当王景洪率领着失去了主帅的船队，载着郑和的遗物和最后一次朝贡的各国使臣回到南京时，宣德皇帝在悲痛之余，或许也感到了一丝解脱。大明的国力已无法支撑这样昂贵的远航，郑和的死恰好成为了一个体面的句号。然而，悲剧并没有随着郑和的离世而结束。比肉体的消亡更可怕的是记忆的抹杀。在郑和死后的几十年里，大明朝廷内部对于下西洋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官集团视下西洋为弊政，认为其劳民伤财，且助长了宦官的权势。在他们儒家正统的价值观里，安土重迁，固守疆土才是治国之本，海洋代表着动荡、危险和不可控。到了成化年间，这种对海洋的恐惧和排斥达到顶峰。有太监受皇帝之命，试图查找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意图重开海事。这时，兵部尚书刘大夏站了出来。据野史和部分明清笔记记载，这位以正直著称的官员做出了一个令后世扼腕叹息的决定。他将郑和7次下西洋的所有原始档案，包括详细的航海日志、海图、造船图纸、沿途国情记录，全部藏匿，甚至付之一炬。刘大夏的所为，站在当时农业帝国的立场上似乎无可厚非，但他不知道，他这一把火烧掉的不仅仅是几堆纸张，而是烧掉了中华民族通往海洋文明的最后一张入场券。他烧掉的是那个时代人类最先进的航海技术资料，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地理知识，是一个文明向外探索的勇气和可能。从此，郑和的宝船成为了传说，
龙江宝船厂在废弃中变成了菜地，那7次壮丽的远航，只剩下民间艺人口中光怪陆离的故事和三宝太监西洋记里荒诞不经的神魔小说。历史仿佛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当东方的郑和船队在寂静中收起风帆，将海洋拱手让出时，西方的海平线上，葡萄牙人的小帆船正在艰难地试探着非洲的西海岸。几十年后，达伽马将绕过好望角，沿着郑和曾经走过的航路逆向而来。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是丝绸和瓷器，而是火炮和殖民。当大明帝国的官员们在紫禁城里为销毁了弊政档案而沾沾自喜时，他们并没有听到世界大门的锁链正在咔嚓作响。那扇通往未来的大门被他们亲手从里面锁死了。而郑和那个在惊涛骇浪中孤独前行的背影，最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沉默的叹息，回荡在历史的深渊里。当最后一艘宝船的残骸在南京龙江的淤泥中腐烂，当最后一份航海图在兵部尚书的火盆里化为灰烬，大明帝国仿佛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呼吸，重新将头颅埋回了黄土。郑和的死不仅是一个人的终结，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猝死。在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太平洋西岸的季风依然准时吹拂，但那片曾经千帆竞发的蔚蓝疆域却渐渐沦为海盗的乐园和倭寇的土场。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为什么当时拥有世界最强海军力量、最先进造船技术的大明，会在最辉煌的顶点戛然而止，主动退出了人类大航海的舞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海洋，而在陆地；不在郑和，而在大明帝国的基因深处。郑和的悲剧归根结底是农耕文明的悲剧。对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纲常的内陆帝国来说，海洋从来不是生存的空间，而只是陆地的屏障。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其核心动力并非商业利益，而是政治合法性的宣示。这是一种昂贵的面子工程，是天朝上国维持万国来朝虚像的必需品。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注定了这是一场赔本的买卖。大明的船队带去了丝绸瓷器，换回的却是长颈鹿、狮子和香料。这些奢侈品只能满足皇室的虚荣，却无法像西方的香料贸易那样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资本积累。在那个没有中央银行和现代财政体系的年代，支撑这支庞大舰队的是江南农民的血汗。当国库充盈时，它是皇帝彰显威仪的权杖；一旦国力衰退，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加剧，这支烧钱的舰队就成了帝国身上最先被割掉的赘肉。文官集团对下西洋的疯狂抵制，并非完全出于极度宦官，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农业帝国理性的止损本能。在他们看来，那片茫茫大海不仅不能产出粮食，反而是滋生不稳定因素的温床。于是海禁政策便成为了大明王朝后期的国策，像一道铁幕，将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这种自我封闭的代价是惨痛的。就在郑和死后的半个多世纪，公元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着3艘破旧的小船，绕过好望角，抵达了印度卡里卡特，那个郑和曾经7次造访，并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地方。那一刻，历史完成了一次令人窒息的交接。郑和的宝船是达伽马船只的数倍大，但他带去的是和平与赏赐，而达伽马带去的是火炮、掠夺和殖民契约。西方的大航海是狼的远征，虽然野蛮，却充满生命力。他为了黄金、
香庙和土地，不惜一切代价。这种贪婪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催生了商业革命，最终引爆了工业革命。而郑和的远航是龙的巡游，虽然文明，却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它像一场盛大的烟火，绚烂之后，只剩下一地冰冷的灰烬。当郑和的舰队消失在海平面上，中华文明便错失了与世界同步进入近代的机会。这一错过就是整整500年。直到1840年，当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虎门要塞时，那些曾经嘲笑郑和劳民伤财的士大夫的后代们才惊恐地发现，来自海上的威胁已经无法用天朝威仪来抵挡。然而，尽管官方的记忆被刻意抹去，郑和却以另一种方式在民间获得了永生。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郑和不再是那个在大明宫廷里如履薄冰的宦官，而是一位神奇三宝公。在印尼的三宝垄，在马六甲的三宝山，至今香火鼎盛。对于那些在明清两代冒死出海谋生的华人移民来说，郑和是他们的精神图腾，是守护神，是连接故土与异乡的期待。郑和留下的不仅仅是空荡荡的海路，还有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种子。那些被称为巴巴娘惹的后裔，那些至今保留着明代遗风的习俗，都是郑和船队激起的涟漪，虽然微弱，却绵延不绝。当我们回望那个遥远的15世纪，郑和的身影依然显得如此孤独而宏大。他是一个被阉割的男人，却展现了中华民族最阳刚的进取精神。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却供奉着妈祖，传播着儒家文化。他是皇权的奴仆，却在浩瀚的海洋上成为了真正的王。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浓缩的大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文明在大航海时代的沉思录。它证明了我们曾经拥有拥抱海洋的能力和勇气，也证明了如果没有开放的制度和思想作为支撑，再强大的舰队也终将沦为历史的沉寂。如今，当我们再次站在海岸线上，看着巨轮远航，或许能听到海风中传来的回响。那是600年前，一位老人对着无尽波涛的叹息。他告诉我们，海洋不是屏障，而是道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一个文明，只有当他勇敢地走向深蓝，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去与不同的文明对话，他才能获得真正的永恒。郑和死了，但郑和的魂灵依然在那片他深爱的大海上徘徊。他看着这个世界变了又变，看着新的船队来了又去。他像一座沉默的灯塔，矗立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永远守望着那个关于蔚蓝色的未尽的梦。海风依旧，波涛如怒，大明已矣，郑和不朽。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